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民进党发言人吴峥，大家好；时事评论员周月航老师，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黄远汉，吴哥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的台北市议员游淑慧，大家晚安；资深媒体人邱明玉，大家好；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张一山，吴哥好，大家好。好，那我不知道所有的观众朋友，你今天在家里面要出门的时候，你是什么样一些的心情？但我知道今天现场很多的来宾今天要出门的时候，都不知道今天到底发生什么事。那个水跟用泼的一样，最起码在台北市，在台北，有很多你看到非常多的一些画面，渗过水尤其内湖这一带感受非常深，因为我们刚好也在内湖，那个整个水有媒体形容有淹到大腿的，有淹到什么的，所有这些好，那当然第一个这是市政问题，那包括水来得急，那水退的是不是也快？那但是对长官来讲的话，一定要建筑应变中心，而这所有的一切。会对选情造成任何一点的影响吗？有人开始在直接的比对，当然蒋万到目前为止，在昨天看到出来的一份民调里面，当然那目前来讲民调还是领先，可是如果要是一路下去，像这样的一些水啦或什么，那会有任何一些影响吗？高雄2018年的时候，没有人想过高雄会变天，那5000的天坑造成影响，但蒋万会是这个样吗？好，那对。不只是在台北这一局，那其他地方从屏东到高雄都有非常多的一些因为水所出现的一些的情形。好，这对选战会有任何一些的影响吗？那对于蓝白合这件事情，竹北会是一个大家在考验大家各自的诚意最重要一个地方吗？当阿北讲话讲到硬成这个样的时候，徐信会让这一步吗？好，所有这些到底未来会怎样？不会开始，先让你看一下今天一大早整个大雨，那蒋万进驻应变中心相关一些谈话来。我们一直是料敌从宽，御敌从严，各公所密切掌握，特别是刚刚谈到的内湖、南港、信义、士林、北投几个区域，还有中山区也是一样。有任何灾情即刻回报，因为气象团队说今天的雨会下到一直到傍晚，所以我们不能轻忽各项疏散的准备一定要到位。如果一旦需要疏散撤离，就要即刻预防性的赶快进行处理，不要有任何耽误。来一站，是今天这个雨来得又急又快又大。对，我就是内湖居民啊，早上没有被闹钟吵醒，因为昨天看世界杯看得太晚的时候，闹钟吵不醒我，被大雨吓醒啊！因为整个几乎是用倒的方式倒下来，时雨量啊，我们碧湖这个有一个侦测所，它测出的时雨量是88毫米，而88毫米，我们的水沟的设计的排水量叫做78毫米嘛，所以1个小时这样下来的时候，我11点就收到我是内湖人一堆淹水的画面啊，大家看啊，整个内湖大淹水啊，内湖真的变成内陆湖了从金龙里跟这个内湖路3段金龙里大概就是金龙路啦成功路跟内湖路3段，大概在那一区所谓的内湖站捷运内湖站附近全部大淹水内湖区大淹水，内湖站大淹水，西湖这边的文德路也是一个大淹水的状况包含内湖区的大沟生态治水园区也淹水，治水园区也淹水所以你看这个文德路就是大家看捷运如果今天坐捷运大家都知道了，如果你10点11点坐捷运从文德站这边下车的都可以看到淹水的画面所以整个内湖大淹水，当然因为水来得急，所以它的所谓的排水量可能宣泄不足，但是居民还是很愤怒嘛，居民在质问。这个是金龙区这是金龙路的一个居民质问说内湖大排到底有没有开如果没有开，水排不出去，是不是导致了这一次淹水的问题？要蒋万安来帮忙嘛？当然，今天水利局也有出来解释说内湖大排，人家问他说有没有开，他说没有，我们没有关。这个人家问他开不开的问，他说是没有等于是关起来没有关联，对，没有，他说没有关联的意思是说他解释是基隆河潮汐是降潮没有所谓的涨潮，因为如果涨潮，我为了所谓的水不让它进来的时候，我会把它关起来嘛，所以他还是解释
没有开哦，他是解释他真的是没有开，因为所谓的如果涨潮的时候我要把它关起来，所以防止涨潮嘛，所以它等于是还是没有开，没有开是不是导致这一次淹水这么严重的问题？当然我们知道水利局还是必须问 A 答 B 的，人家问他是你是不是因为没有开，结果你说的是解释为什么你没有关的问题哦。另外就是说水沟侧沟的问题，因为侧沟的问题不是这一次在质疑。何孟桦也是我们内湖区的议员啊，当初啊内湖没淹水，他在笑大安区淹水啊，然后质疑大安区淹水的时候，直接讲就是侧沟倾疏不利，人设破灭嘛，他骂蒋万安嘛，但是蒋万安说我们有7个即刻啊，我即刻要清水沟啊，我即刻要干什么，他有7个即刻的问题，在上个礼拜大安区淹水的时候都有7个即刻了，那为什么这一次内湖区会淹水？另外水沟的问题不是上个礼拜大安区淹水，大家才叫你清水沟啊！别忘记了，蜀换的时候，他不是说12区要大清消吗？12区大清消最重要不是应该要清水沟吗？那为什么你的水沟还是没有清嘛？他比较了在柯文哲任内的清疏长度啊，整个减少了48%的长度，清疏的条次啊也减少了44%，清出的淤泥量啊也减少了10%，表示你在柯文哲任内所清出清水沟的次数，你在蒋万安、蒋市府这3年是比柯文哲市长任内清的少嘛？这是事实，这是数据，所以柯文哲能够做得到，为什么你蒋万安3年你会下降了这么多？大家质疑水沟不清，虽然水退得很快，因为是急雨，但是急雨的情况下，虽然它是88的时雨量，但是大家还是希望说，如果你的设计是78，你可以尽量的发挥功能嘛，而尽量发挥功能最重要一点就是清水沟。你水沟如果清疏的通的话，它的排水量就会好嘛，所以清水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啊。所以这一次蒋万安、蒋市府他在所谓的事情发生之后，他早上还在颁奖哦，他是因为看到了网络上包含我们内湖人一堆淹水的画面，就像刚才大家看到淹水的画面，连我都 po 了淹水的画面啊，他才赶紧的跑到所谓的这个应变中心。应变中心我要讲的是说，蒋万安到应变中心，你讲那些话没有用，你要告诉内湖人为什么这一次淹水会那么严重。那未来你要7个即刻也好，8个即刻也好，你要赶快给内湖人一个交代。而这一次因为有很多的泡水车哦，包含很多的商店都进了水，如果是人为疏失，是所谓的大排没有开的状况底下导致了淹水，那这些人是可以申请国家赔偿的哦。你市政府是要赔偿这些居民的哦，而且所谓的接下来很多的家园清理的问题，下午可能又要淹水一次，可能又要下大雨一次，明天会不会下大水，你不知道。所以这些该做的事情，包含事后的清消，是不是环保局应该立刻帮居民来解决这些善后的问题？来，小雨，这时候大家要讨论的叫天灾政治学。对，那政治人物面临到这些天灾，尤其在地方首长面对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到底该怎么样去应对？包括反应的及时性，包括对所有的民众的感受性，所有这些都是大家拿来评判的。那这一次，也许它不比2018年那个823的时候5000天坑啦或者什么，因为那可能会造成选情会有影响的。但是这次来讲的话，以你自己来观察，媒体人来观察的话，蒋万安在整个处置上面怎么样？确实是有点轻忽啦哈。我先讲，就是说刚刚一开始大家不讲说早上就开始好像开始乒乓乓下吧，我记得那时候7点多已经就开始在下很大的一个雨了哈。那刚刚我们在镜头前看到说什么蒋万安这个进驻了那个2级防灾中心，那个已经是11点10分的事情哦。那我们是7点多就开始已经噼里啪啦在下，他到11点10分。才去进驻这个防灾中心，那我就问你前面那一段你在干嘛？就后来大家去查他行程嘛，他去参加一个颁奖典礼。那这种颁奖典礼，说实在的，你这个就锦上添花，好，那你是不是可以请其他的人代替你去做这个颁奖典礼？你应该一早就去进驻嘛。那我们不要比别人，我们就比那个高雄好了。高雄今天也是噼里啪啦下那个大雨啊。那陈其迈，好，他一早他就跑到西周这边去视察，因为那边是低洼地区，他去视察抽水站啊，还有视察一些是不是有淹水的状况。你连这个赖瑞隆本来他是要去台南参加一个这个活动哦，他也不敢去，他就赶快紧急取消这个活动。
赶快陪着这个陈其迈一起去西周去视察这件事情。好，那好，你说赖玉荣，因为他要选，他很紧张。那你陈其迈他现在是他也要卸任了，可是毕竟他这个作为联合当庄年中，他还是这个父母官嘛。那所以同样都是南北都是有淹水的状况。那奇怪，人家一早就去，那你为什么蒋万安你还是就照这样去你的颁奖行程？那结果大家还发现说他颁奖行程来哦，那个结束之后，记者去读访，就记者去读访的时候，去问他那个秦慧珠议员就遭到郑克爽这个事情嘛哈。那我们看这个蒋万安啊，他还是一模一样的这个读稿机的回答啦哈，还在讲说什么政务官啊，反正就跟昨天一模一样啦哈，有理有据辩护说明啊，都全力支持。那事实上，记者即便在问这个，好，那你是不是也要先透过媒体去做一个呼吁？因为媒体都是即时的嘛，哈，有那个现场 live， 你应该说啊，如果现在有在看我们这个 live 现场的观众，是不是哦，就有在这个金龙地区或内湖地区的哈，赶快撤离？你应该利用媒体的资源去宣导一下，好，就说如果你有停在这个地方，我们水闸门或者怎么样，就完全没有哎。有在这个金龙地区或内湖地区的哈，赶快撤离！你应该利用媒体的资源去宣导一下，好，就说如果你有停在这个地方，我们水闸门或者怎么样，就完全没有哎，他还是把昨天啊这件事情，他继续用一模一样的这个读稿机的话，哦，就把就是还是一样的这个附送。好，那我还要再讲一件事哈，我刚刚讲那个颁奖典礼，你是不是可以叫别的人去？那我就讲一个人嘛，你是不是可以叫英伟去？就我更扯的是，你知道英伟去哪里吗？英伟去参加电视台的录影，他去参加录影哎，那你这个，我要讲的是说，你那个应变中心应该是2级开设，你就算是2级开设，你也应该是所有的首长都要进驻吧？你一个身为研考会主委，好，尤其是你是这么重要的幕僚啊，不管你是读稿机怎么样，结果你竟然去参加录影这件事情，不是我们什么现场谁去爆料，是他自己的脸书 po 的哦，他去 po， 我们发现他 po 的那个录影的时间是12点，然后他自己还讲说，哦，12点我要参加这个节目的录影，原来我旁边是什么沈伯洋跟谁？他因为有那个郭哥啦，郭子乾去扮那个沈伯洋的角色啦，他说哦，原来这个我还有跟沈伯洋录影同台，他自己去 po 哎。那我就问说，哇，这太夸张了哈！你已经是2级开设，结果你因为你竟然去参加录影活动。那我觉得，身为议员，你们难道不觉得应该找一下这个英伟到底这个英伟大人在哪里吗？好，所以我就觉得说，你这个连这个螺丝已经松到这个地步了哈，那难怪现在在这个市民求助无援的状况之下呢，好，大家就会去看，因为有的时候嘛，你不知道台北市政府的这个官方脸书或什么的，大家会去看最快的啦，这要不要停班停课什么的，大家都去看市长的脸书嘛，市长脸书要不要撤离，水闸门要不要关，好，或者是说你的这个停车有没有要移开？有些人没有办法去找那个什么一个什么公务局啊，什么大地局，没有人有那个时间去看那个脸书，大部分都会从市长的脸书去看，可能会讯息比较快。就你赫然发现啊，蒋万安的脸书啊，还停留在21号，还停留在卖这个什么凤梨世家的这个网页，从来都没有更新过，所以市民受不了了嘛，就灌爆他了嘛。就开始啊，就说啊，是火锅汤底来的咕噜咕噜，这个真的很无奈的一个笑话啦。就说啊，现在台北市已经变盆地，已经变火锅汤了啦。还有人说这个火锅不要再加汤了，好不好哈？那还有说什么讲不听啦哈？这个台北就像一个哈帕啦，汤头你们不要大惊小怪了。那当然最悲哀的是说哦，就说台北人还是会票投给蒋市长啦，怎么样不用理他们啦。好，内湖淹水只会作秀，就是你知道这不管是酸的、自嘲的，或者是说这个自我解嘲，就是大家都道尽台北市民的无奈啦哈。所以最后我要讲的是说，就是你从这个蒋万安哈这个到11点10分才进驻这个应变中心，到他的这个市府官员还有心情去参加录影活动，那连蒋万安都还自己不改行程就去参加颁奖典礼，我只能说好了，蒋万安你真的是这个选情太稳了，所以导致呢你都觉得就觉得都没有关系，反正这个市民的忍耐度很高哦，就怎样都会投给你。那我就要问你，你这些所作为的，看在市民的眼里，你这么笃定，觉得民心都不会变吗？那我觉得你就多来尝试一下市民的耐心。OK， 因为淑慧自己本身刚好是内湖南港 ，OK， 那这个地方，然后今天所有这些淹水，淑慧一定非常关心每个地方要去看要去跑。
那刚才要去对比的是小玉刚刚突然讲的就是蒋万安第一个时间有耽误到吗？那个所谓进驻2级开设的时间，包括英伟去参加录影，那个时候他应该要去像譬如刚刚讲到像沈伯洋他们，或是像赖瑞荣他们，那临时取消掉这些，因为万事莫如市政急，然后就是尤其水降，他应该要去做这些吗？这一次对蒋市府来讲的话，你觉得大家看到了什么？我先讲这个早上的这个颁奖哈，其实它是一个资深的民防人员的颁奖，全台北市才37个，都是服务30年哦。大家知道民防人员就是在帮我们救灾的，所以这个颁奖其实没有耽误很久的时间，而且在市政府颁奖完他就直接去进驻这个防灾中心了哦。所以这个可能一辈子才一次了哦。那大概市长也觉得不想让大家失望，大家都为了台北市奉献了30年哦，才有这一个所谓的金钻奖。所以我觉得不要这么苛求这件事情，因为防灾中心也不是靠市长一个人才能运作的哦。那今天内湖当然水很大哦，我现在脚都还是湿的哦。可是今天呢，大家如果去看内湖这个我是内湖人或是我是东湖人的粉专哦，你会发现见证一场退水的奇迹哦。大概11点、12点的时候，我是内湖人的粉专，就大家都在分享哪里淹水了，文德路淹水了，内湖路一段淹水了，内湖路3段淹水了，大家不要靠近什么的啊。我们也都在从这边去了解灾情。但是大概从2点左右，也就是雨停了，没多久以后，大家就开始分享，我这边退啦，你们那边啊怎样？然后晒出来的那些照片会让大家非常惊讶，就是连积水都看不到，有沙有泥沙哦，毕竟内湖旁边都是山嘛，山坡地下来哦。所以这代表说台北市的基础建设是 OK 的哦，但是提供备啊不是我们能抵抗的啊。刚刚义正大哥也提到，今天最大的瞬间降雨量都出现在内湖啊，像大沟溪1个小时最高是100毫米100毫米。台北市的这个下水道的防洪标准已经是全台湾最高的，1个小时大家可以排78到88哦。那这个当然投入很多预算哈。台南是60到70，高雄是71到78，桃园是50到78。那当然每一个城市的状况不一样，台北是要更高的防洪标准，是因为我们地小人稠，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做更宽的下水道的话，一旦淹水，我们没有地方水，没有地方去哦。所以我觉得今天的雨量确实是超乎我们下水道可以排的，可是因为台北市这20年来都开始去做所谓的侧沟的疏散、疏通清洗侧沟，还有这个所谓的海绵城市透水铺面什么，所以其实降得很快，退得很快。大家可以去发现你3点走在内湖路上，其实淹水的地方已经几乎看不到了，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景象瞬间雨积水，可是那就是积水。但是要考验市政团队的，其实不是积水瞬间积水这个超乎承受力，而是事后如果有灾情的救灾。其实我今天在大会的时候也非常生气，因为今天内湖还是有一些地方有零星的灾情，因为内湖旁边都是山坡地，所以有一些地方有土石崩落那我今天就去处理了一个成功路4段在大湖公园对面其实我也蛮难过，就是2个里长都到了，其中一个里长膝盖刚开完刀，拄着拐杖都到了。当我到现场去我打了3个单位，要么告诉我说这不是我是他，要么告诉我说我只是来锯树的，好吧？那不管是新工处、大地处，或是水利处或公园处，4个都跟我推来推去，那我最后找你的头公务局局长。然后局长不接我电话，好家在我最后打到府级复命，我以为你就打给蒋万对，蒋万可能在开防灾，可以打给英伟没有，我就打给了我没有想过要打给研考会主委我就直接打给府级2个复命，2个复命就开始帮我去统筹所以我其实今天在大会我也说螺丝紧不紧是一个可是你找不到螺丝又更严重了所以我说淹水、积水这件事情今天真的是天公伯下了太多的雨我觉得这个已经超过全台湾的防洪标准，全台湾可是考验市府团队的是，如果因为积水而致灾，你发生灾害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第一时间到现场？你是不是能快速整合救灾团队？这个才会影响市民对你这个市政团队的观感。你发生灾害的
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第一时间到现场？你是不是能快速整合救灾团队？这个才会影响市民对你这个市政团队的观感。OK， 来，我觉得我们来直接来讲。那当然每个县市的基本条件不一样，那包括高雄，包括屏东，今天也碰到大水。OK， 那当然每一个大家要看的是所有的首长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那个基本上应对的态度跟方式到底会是怎么样。好，另外一个就是当然沈伯洋也有直接批说那个市府的应变啦，包括所有这些。那对你们来讲的话，2018年我跟你讲，2018年曾经对民进党来讲的话，发生过就是在高雄5000个天坑，造成整个选情一路往下。那对你们来说，那这几天当然会看到一些民调，对沈伯洋来讲还有很多要往上攀的一个空间。你们这样怎么样看待？包括这次好，从今天的大水胜过，在整个态度上面各方面，你们会怎么评？我觉得对民进党来说当然是如临大敌了，所以刚刚小玉姐其实有讲到，今天早上的时候，这个陈其迈市长跟赖荣委员其实都已经分头的前往，包含各地，包含旗山地区啊，包含抽水站去做视察，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说，现在进入汛期，特别是台风季要来临，任何一个闪失啊，任何一个如果有灾情发生，其实都会让人对你的市政的效能打上一个问号。那所以我们看到说，其实蒋万安今天早上还先在市府参加完10点，其实10点到11点是今天上午雨最大的时候，所以他还先参加完这个活动啊，然后再去这个灾防应变中心。当然，我觉得所谓姐刚刚说，因为这些都是资深服务的这些台北市的民防成员了，但我觉得说好，这是一个理由，但问题是说，你看起来蒋万安跟他的团队，跟例如说高雄其他县市比，似乎这个优先顺序确实是出现一些不同。那你今天内湖淹水这个事情，坦白说我自己也蛮有感，因为楚委员在这边，但是可能我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讲过，其实我是内湖长大的小孩，我国小念大湖国小，国中念方济国中，所以其实今天淹水的部分就是以前我跑来跑去的地方。但是我要说，就为什么我觉得今天这个事情其实应该议会或议员甚至市府要回去好好检讨，因为其实你说今天雨大不大？大。但是你说是下了一整天，这么一整天，哇，雨是下不停，水真的退不了吗？其实也不是，因为这整个今天雨最大，其实集中在9点到10点，10点到11点，大概这2个小时之间才有真的说降雨时雨量超过所谓7、8毫米部分。在更上午之前，其实雨还没有这么大，所以就是说只有2个小时雨势真的比较强，那就淹到说哇，整个。你看这个圆环那边，也就是所谓的成功路啦、内湖路那边那个路口，哇，整个被淹到，甚至连内湖737巷文德路后面那边也有一些这个巷弄也被淹起来。就是说，在以内湖人来讲，是这么面积广泛的一个淹水，其实已经很久没有发生了。可能最近几次你说真的要到这么大面积淹水，我记忆中要想到2000年纳莉台风的时候，那时候全部被淹掉。哇，那时候我还要这个去上学，然后经过那个什么星云街啊、康宁路那边，然后两边这个店家都在清淤泥这样。那所以我就觉得说，这里面其实大家要检讨是，因为你看台北市，其实台北市的基础建设是强的，所以过去几年。好多年以来，其实台北市如果出现这种大范围淹水，通常基本上就是哪里的排水出现问题。例如说2017年的时候，那时候大湖山庄街有淹一次，当时是因为大湖公园的这个排水闸门，它来不及第一时间开启，水没办法就到大湖公园里面去做一个防洪、去滞洪的功能，所以大湖山庄淹水。然后或者说你说信义区2021年那时候也有一次庄敬路整条被淹掉。然后那时候后来议会后来追查出来说，发现东大排那时候被垃圾挡住了，所以没办法第一时间顺利把水量排出去。所以照理说，台北市其实你说今天时雨量到了80几毫米，跟我们的防洪上限78毫米，其实它的本身的差距没有那么大，时间也没有那么长，为什么就会出现了过去几年，即便是有强降雨，都没有这么大范围的一个淹水？我觉得其实这个是里面是大家要去包含议员、包含议会要去追查、要去厘清的。那你说市府这个官员，包含市长第一时间没有在应变中心，包含说，甚至1级的区首长，其实还中午还出来这个上节目，其实中午就是我跟伟汉哥，然后因为坐我们旁边，所以那时候其实我是那你看到他，你不会觉得很奇怪？你怎么会在这？我是有点诧异啊，因为而且特别是他有提到说，其实他是从应变中心过来的，我想说哈，因为他迟到了，就是我们是12点开始，他在12点10分到，然后说他从应变中心过来，我想说你人都在应变中心了，不是就应该留下来继续作证嘛？好吧，但是这个是讲台北市政府的态度嘛。那我讲回来沈伯洋这个地方，因为当然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正传媒有一份民调出来说，沈伯洋大概还是距离蒋万安大概有27个百分点左右。那我觉得沈伯洋其实他也
很明白他自己的一个在台北市要挑战的结构了。因为沈伯洋今天自己的回应也说啊，他是挑战者啊，他的知名度呢可能还有强化的空间等等。所以我觉得这是确实是沈伯洋自己也意识到说，包含说过去他在台北市没有所谓陆战组织的经营啊，这一块是急需补强的。那包含说他的台北市整体的选民知名度当中，因为虽然过去几年他在立法院问政其实曝光度蛮高，但可能比较高度关注政治的族群里面，对于政治平常比较没有接触平凡人来说，可能沈伯洋对他们还是有点陌生。所以我觉得沈伯洋其实他现在做的事情是一直很积极的在市政上面去出击，包含提出他的正面的政见。他最近提出他新的这个托幼育儿的相关的政见啊，未来希望每个礼拜4小时免费的临时托育等等。那或者是说他今天去质疑台北市政府这样的一个防灾的过程有没有疏失？我觉得沈伯洋是抓紧每一次可以击球的机会出击挑战。那反观，我觉得蒋万安市政府现在还是有点好整以暇的态度了。就蒋万安他还是面对镜头用一个我们其实很多人在戏称说是背稿的方式，就一些拟好的套路这样子背稿的附送来去回答。然后呢，好像真的市政相关直球对决争议，他要么让英委去处理，要么他就不直接回答。那虽然他现在有20%几的领先，可是你说每一次的这些市政问题，例如说鼠患，例如说积水是不是市民可以接受、可以容忍市长一直不这样子去正面回应？包括他今天的脸书被灌爆2000多则留言，市民是不是可以接受说，哇，他一直这样子把自己高枕无忧放在后方？我觉得这个东西在选战后期会慢慢来发现。OK， 我想包括小玉，因为大家只要资深媒体人都看过很多场选战，选战大概离投票还剩下半年或5个月。那个差距，你说差到个1倍或什么的，不是没有看过，也看过翻盘的，不是没有看过。但是只是对于蒋万安来讲，大家都知道，蒋万安包括市政满意度各方面确实是好。我看如果直接这样讲的话，第一个，绿营一直最近这一阵，包括沈伯洋养功了非常多，然后包括讲了像这一次好，你说这一次的下水这么多，然后会不会讲是否有态度傲慢，然后绿营攻这个。然后呢，包括像简书培议员他们，那个叫那个到底要叫路上香菇吗？大家喜欢用香菇这个词吗？那叫伞吗？遮阳草，袖珍菇，好，袖珍菇，好吧，不管怎么讲，然后拿那个去跟新北去比它的价钱，然后讲有没有老鼠，有没有蟑，讲了一大堆。但是事实上来讲的话，对蒋万安来讲的话，真的会造成任何一些的撼动吗？一直到这几天，包括府会之间所知大战。打得不可开交，这些对蒋万安有任何影响吗？昨天我不知道观众朋友有没有知道说今天会下雨，因为你没有看气象报告你就不知道嘛。所以呢，如果今天你才发现，一早起来以后，全义山那落大因为你不会每天看中央气象署嘛，对不对？我是都会去看，因为我每天早上广播都要讲，我都喜欢讲气象。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民调，不是旦夕祸福啊。是旦夕民调啊！我哥讲的，我 echo 一下。2018年8月23才旗山大淹水，对，那个时候韩国瑜都还输20-30%吧，输一堆，谁理韩国瑜？这边变凶了，怎么可能赢陈其迈？823都还没有人想过，今天是几号？今天6月25，等于是2个月前，你怎么知道会怎么样？823都还没有人想过，今天是几号？今天6月25，等于是2个月前，你怎么知道会怎么样？可是当然一切都是正传媒民调的关系啦。因为正传媒民调一出来以后，你看它差这么多，27.7，对不对？差这么多的状况之下的时候，一看，其实我觉得会我把我的这个刚开场跟现在我的态度，我跟大家讲，我很严肃的说，因为民调是这样会参考，赢27%。跟赢17%还有赢7%一定不一样，当然，甚至是输。好，那我们就把这个台风甄选，刚刚小玉还有淑慧在讲的，淑慧也讲，他身为内湖南港的议员，他是要求市府应该要更上紧发条。我认为每一次的这个天灾，好，那防灾过程，不管蓝绿白政治人物没有办法做到满意的。我家还好，我就可以，因为我家淹水的，我看到是谁，我本来喜欢真的我都想开嘛，对不对？但你没有办法去让人人满意的时候，你可以做什么？我刚刚讲了，第一个。你可以先去掌握今天的天气嘛，
今天的天气你知不知道？我不知道，气象署有预报啊。昨天气象署就有讲了，因为这个米克拉台风的关系，所以北台湾跟南台湾刚好2个头会下大雨，而且呢预估是这个100米以上的，那100毫米以上，我们从今天凌晨12点到现在，观众朋友你看这个图哈，因为现在统计出来就知道了。现在目前看起来就是台北跟高雄、屏东最多啊。从今天凌晨12点到下午的1点半，而下雨最大就早上10点、11点、12点，你看。这就台北市，有没有在这里？但台北市最多在哪里？就东湖啊，好，内湖这边呢250毫米。那时雨量台北市1个小时78以上就要积嘛，当然它有退，刚刚所以跟大家讲。可是既然你看到会是这样的时候，我坦白说了哈，民调要是5%以内的话，我是市府幕僚，我一定跟市长讲，明天所有跟勘灾以外的行程都取消，明天所有颁奖的行程都延后，明天一大早7点，请市长带着你的这个工程安全帽，穿着雨衣，到全台北市会下大地方去跑一圈，而且通知市府的记者。大家一看就觉得说这市长有做事情，那我的民调本来赢7%就变成10几%，可是现在因为赢了20几%啊，我现在并不在责难蒋万安，因为事实上台北市水也推很快，可是他明显。没什么紧张感嘛，包含可能幕僚也没有取消其他行程，还去录影等等，对不对？那这个是我主观看法。我认为蒋市府对于这个选举是10拿9稳，老神在在，所以就会这样嘛。好，那可是这是一个啦，因为今天过了一个雨，很快的，那这2天还会下雨，提醒观众朋友特别注意。现在6月，5个7月8月台湾常常会有台风哦。台风如果来的话，像这个吴峥小时候的纳莉台风，那时候他才小学。那纳莉台风那么大的台风来的时候，民众说会有不同想法。你那时候才小学啊？国中了，国中嘛，13岁了。哦，对，小学生国中。可是其实你忘了，2022年内湖也这样子淹过一次。那时候陈时中跟蒋万安都跑来看灾。然后土石流都流到家户里面。没有，我的重点只是你那时候才国1哦，我那时候已经在主持政论节目了。你就不要再讲。想不到你大学就主持政论节目啊！你好厉害！谢谢。来，我要继续。所以，当你出现了民众不满的事情的时候，你再怎么民调高的政治人物，他一点一滴的流失会有伤哦。那以现在这个民调看起来，我必须说，我现在看到2个主要民调都是赢28、27%，TVBS 58对30赢28%，正传媒民调赢27.7%，所以我相信呢，这个对蒋市府来讲会是一个振奋。那对沈伯洋来讲的话，你还要加强嘛？因为我没有时间细讲，大家可以去看了哈。沈伯洋在民进党支持里面只有76%支持度，他还有20几%没有拉到啊。好，那就是沈伯洋要努力的地方。但是你回过头来，人家看市府在很多态度上面，因为领先很多，我也觉得采取的姿态跟立场比较强硬。譬如说，你刚刚我哥在讲的所知，议员所思。我其实因为以前跑台北市议会啦，我对于议员如果有这个叫做报复性所知，我是不支持。你就乱来嘛，你让公务人员每天这样忙，我可能这样子我现在假设这个伟航是公务人员，但他都不跟我配合，所以我就故意弄他。他是个主任，对不对？哪个局处主任？你在今天下午早上打电话给你，叫你下午之前把去年半年的所有会议记录都给我。议座你是要怎么样？你就给我就对了，否则你就来议会罚站，我就很怀嘛。这种就报复性嘛。结果来了以后呢，我所知了半天，我拿到的东西，我也根本没有要去质询这个，我就让你在那边每天忙啊，对不对？这种议员公布出来嘛。那今天为什么会谈到这一题？其实也是因为有个挑战者叫沈伯洋，他提到了所谓所知 SOP 嘛。那所知 SOP 的意思，我等一下再来说。我先说，当一个挑战者提出的时候，市府要有攻防，那是对的。可是你的攻防应该是说，我们现在的 SOP 就很好了，而不是说民进党的2个议员所知最多。我其实也想知道赎会是第几名，因为一定有所知嘛，除非你不问政，对不对？应该不多，因为很多我自己知道。对嘛？所以他知道他就不用问。但是要去问的人，也不代表你就是要让公务单位这叫什么东西，把他累死啊！所以你去公布有2个议员。简舒培、林延凤是所知的前2名，而且有发言体系出来讲，我对事不对人，我就不讲谁了哈。发言体系讲说最多就2个民进党市议员的时候 ，OK， 最多不是重点，最乱来、最报复、最所知以后不质询，你可以讲。那今天蒋万安已经加码了嘛，他就讲他支持公务人员就是要好好做事，不要报复性所知。好，那我第2个问题就来了，那请问谁是报复性所知？你就讲出来嘛，让台北市民当你的后盾，去谴责这些议员嘛。我同意啊，但其实议长，身为议长，我昨天就很忙了，赶快把我就贴了一篇，我的文字很短。身为一个过去跑台北市议会的记者，我对于台北市议会议长，他现在叫戴习清，然后哪一天变游说会也一样，捍卫议会的尊严，
提醒啊，他也没有责备，提醒市府的幕僚嘛，你们怎么会公布2个？那请问61个台北市议员，另外59个都不所知吗？那如果另外59个也有所知，那请问第3名是谁？那第1、2名很恶劣，很讨厌，那第3名、第4名、第5名就不会吗？你应该告诉大家他所知做什么，他所知以后有没有去执行？比如说像林延芳士林北投的，如果他所知是北市科周边，因为现在这个辉达要来了，然后他问的问题，然后他也做了质询，也问了市长，问了局长，那这种所知有什么问题？然后沈秘书长所讲的 SOP 不就刚好应对这个事吗？阿苗还要讲一个事啦，就说他所知的内容，对，续产会的是马赛克，可是别的国民党议员可以，不要有这种差别心。如果他讲的不对，就出来说明。第二 ，SOP 的意思就是议作来所知。对不起，我们我现在假设我不知道他们所知的实际状况是什么样，3天之后给你，你不要叫我早上要下午就给我会累死，我还有我的业务码，就标准。第二个，我们公开讯息你可以上网查的，我就直接传给你。如果你还要密件以上的，我要问到主秘。或者是秘书长，或者是副市长、市长，我把 SOP 定出来，能给不能给，怎么给，多久给，这个就是 SOP 啊。那这有什么好吵的呢？你现在忽然丢了2个议员出来，好像他们2个就是首2跟次2。5哥，我讲最后一句，我在跑台北市议会的时候，也曾经有过议会跟市府对干。当时呢，市政府公布特权销单名单，哪个议员跑来一个销单，很多市府人讲说我们很辛苦啊，我们还要自己去缴费。可以特权交单吗？那是违法的，对不对？你的红单就去缴嘛。什么叫选民服务？所以市府已经受不了了。那当然，后来引发很大的议题啦，很大的争议啦。我回过头来，特权销单是议员的恶行恶状，你不可以这样做。现在也没有了，也不可以销单，特别是销不了单，3联单开出来销不掉了，除非是缴。那个是议员做的不对的事情，你要把它公布。那现在所知是不对的吗？所知既然没有不对，那你公布它干嘛呢？所以当今天蒋万安市长已经新的进度了，今天礼拜4，对不对？他说他不支持报复性的所知，那我身为台北市民，我是台北市民，我希望知道哪一个市议员他报复性所知，请他道歉，不然年底落选嘛，就这么简单嘛。那如果没有的话，你不能无差别的讲出来，好像有人报复性所知，那是谁？如果议员你去把我们的公务员让他累死都不能做事情，这种议员我真的觉得不 OK。但如果是为了问政，而且他真的所知以后也有书面质询，也有到议会去质询，那这是议员的职权，所以戴期信身为议长出来讲他该讲的话，给予敬佩。但如果是为了问政，而且他真的所知以后也有书面质询，也有到议会去质询，那这是议员的职权，所以戴期信身为议长出来讲他该讲的话，给予敬佩。我像刚刚讲的这一段，来淑慧，我是同意的，因为重点是在蒋市府在这一次的回应跟议会之间，尤其刚刚讲公布2个，然后当蒋市长讲说那个报复性所知，然后这些东西那会伤害到基层，感觉上就是有人报复性所知啦，就是这个样子。然后你又公布2个，所以好了，讲白一点，我像刚刚讲的意思，应该就是讲说，这是选战打到那个，或是我的民调反正高，只要有人是这样，那我就。因为算是修理议员吗？现在是大家已经因为选战打到。坦白说了，我觉得这个修理对这些议员来说，不但没有伤说不定他们的支持者也觉得好赞所以我觉得不必要去做这种事啦。我觉得我是最有资格去讲这件事的，因为我当过市府的公务员我被无理所知过然后我也当过这个议会然后我也被市政府无理拒绝过就像刚才你如果要找说打了电话都打不通，也许有一些刚刚讲会不会有报复性的人那没关系，那这个仇我记了，下一次我就直接叫你们大家给我一大堆莫名其妙这种事情，真的你怎么会出现？但是没有办法，那看起来似乎这个也是过程当中会出现的一些事。像我也不赞成说一律都3天才给，说因为公务员很忙，但是有一些事情是现在正在发生的急事或是重要大事，譬如说之前我有一次就跟卫生局彪骂了30分钟，骂得我血压都高了。就是这个医美偷拍事件然后我看到了某一家连锁店的医美，高雄查出来了。那我想说，同一家你总不能高雄查到台北，他就佛心来就没有装嘛。所以我就马上问台北说，那这一家第一个你们查了没？第二个查的结果是怎么样？死活就是不告诉我，这边一直跟我绕圈子。有我们就会讲。那到底是有还是没有查还是没查呢？还要我所知吗？这还要3天后才告诉我吗？你只要马上回答我，第一个查了没，第二个查出来有没有问题就好了嘛。像这种情况，如果你还要我等3天的话，那我没办法。因为我觉得这不是资料，这个是现在正在发生市民关心的大事，而且你只要告诉我情况就好。
你可以告诉我说不可以对外公布或是什么的啊。所以第一个我也不赞成什么一律都3天啊哈。第二个什么叫做报复型所知哦？这个当然等你是公务员的时候你就知道，但你确实很难定义。你确实很难定义什么叫早查哦。当然我有看过以前有议员说，请你整理30年来的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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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啊。那个时候我在市政府那个年代还没有这么先进，就是用光碟片，因为你用光碟片都要扫描，尤其是你要30年的，我根本没有办法扫描。结果那一次我们的局处就是印了大概2大箱这么多的资料，用了小推车推到议会去哈，是民进党议员哈，因为只会这样对国民党的市长嘛哈。好，那你说这算不算报复性了？当然算啊！你要30年来的，然后结果2大箱这么多，我都不相信你看得完。没有，最呕的是来了以后，他如果摆在那不动。对啊，他就是摆在那不动啊。然后后来那个局长就很有 guts 跟那个议员吵起来说。这样，我开放我的公文资料库，你自己去仓库慢慢找哈。然后2个人就在议会吵起来了，这种情况也有，这种当然就对公务员造成很大的负担哦。但是你今天如果说要以件数来区分的话那你要么就都不公布，你要么都公布。那你如果要公布说某特定议员是报复性的所知，那你要公布的不是件数，而是状态。他怎么样所？让你觉得他那样叫报复性，你不能纯粹以件数啊！我很用功的人我就是对很多事情我都有想法，我都想要了解嘛。尤其是像我追数据追得很深的人所以不可以只用件数来区分你如果觉得这个是不合理的所知，有种你就把过程讲出来，他怎么说，怎么让你公务员觉得困难嘛，你就讲嘛，不要只丢出2个名字只丢出2个名字。虽然我跟他们不是同党的议员，我也觉得这样子其实对于未来我要所知的时候，我还得先去打听一下，我现在件数有没有在前5名万一我在前5名，那我先不要说好了，万一哪一天又公布到我所以我觉得这个会给议员问政莫名的压力。对，讲白一点了，我好像这个是已经到选战攻防了吧？对，大家各自之间，只不过没有想到就是那个戴习清议长会直接跳出来，因为他虽然是国民党籍，可是他毕竟是议长，所以他还是要挺议员嘛。那所以选战，你就会觉得选战有很多时候它就是错综复杂，对，它不见得那对戴金是大概说起来呢，它不是单纯这个样。譬如蓝白合，蓝白合是非常单纯的一件事，2个一合就 OK， 数学6大于4，大家以为是这样，是。但如果真的讲起来的话，现在已经走到了，我想请问一下，你对新竹那边很了解，而且竹北那一站可能再往下打，也许也会有时代力量的关系，都有可能。新竹这一站。那请问一下，阿北为什么要这么硬这个其实牵到做人的态度了。对，这其实我从刚才所知的部分讲过来现在大家看点是什么？其实这个事情真的是很小。如果只是民进党议员，然后市府的这些秘书在彼此互轰那其实还好。但就是习近出来讲了一个公道话，大家就说，好像有高度出来，因为习近出来讲了，蒋万安也出来讲了，对，就市长、议长全部都已经在这件事情上都已经讲话了。这个就是习近把高度做出来，大家都说这个就是政治人物应该有的态度。我是大家长嘛，你不能欺负我底下的人。这其实意味着什么？你是否要发一个议会的稿子、新闻稿的时候，你有没有先去问过议长？这可不可以？我们今天要公布这个。可能会有比较多所知的一个排名，议长觉得 OK 吗？这不是基本尊重吗？大家是昨天才开始从政吗？你是否想发什么就发什么？所以我经常讲这个教父里面有一段嘛，就是讲说那个叫你去弹劾的那个就是叛徒。帮你写这个新闻稿的那个就是叛徒什么人都得罪，专门得罪自己人，你被迫逼习清出来处理这个事情不是吗？好，那我们再跳到新竹的这个局面，其实柯文哲这还比较后面。我们来看黄国昌一开始态度，直接拉的邱成远出来，这是我们提名的会都办了，记者会都办了，希望这个新竹县就是许欣莹，竹北市就是邱成远。按你说了算了，而且他还讲了铁三角嘛，高虹安、徐欣莹、邱成远，然后他还加了一句说，郑丽文主席他跟郑丽文面对面谈过，希望能够这个承诺，对承诺来做，掐指一算，再怎么不会算数学的，新竹市你民众党拿走，竹北市新竹县就全台湾最大县辖市，
你民众党拿走了，新竹县徐新颖根本是外挂的国民党的，原来不是国民党的。你在地的国民党人，你当大家是什么啊？你这样喊随便你喊吗？大家都知道新竹县它比较诡谲的地方在于说，它的中青会势力加上地方派系势力本来就有点复杂了。徐新颖又透过宗教的影响力，再结合了一些企业主强势嘎进来，已经在国民党内到现在都摆不平。陈建贤到底什么时候出来？这一点都摆不平了。然后现在竹北，你说让就让。那其他我们就想象，如果我作为一个在地的地方派系，我经营了那么久。现在县长被一个外差的拿走了，那我呢？我还能够去哪里？我是不是只能经营竹北？竹北资源最多，因为它的土地开发力，从地方派系的角度，那所以是不是当徐新颖拿走的这一块，那其他的这个竹北市是不是可以给我们地方派系去寻求一个发展的空间等等的？我们可以先想象这样的架构，但是呢，因为现在大家都有走初选嘛，所以他初选是国民党是有走，4个人，4个人里面2个是这个讲穿一点哈，就是跟妙天比较亲近的。4个人里面2个是这个讲穿一点哈，就是跟妙天比较亲近的。4个妙天就出2个哦，然后其中一个妙天呢上了吴旭智，胜出了。另外2个，一个是大家可能他可能会觉得好像他没什么背景，其实是苗栗县长总统锦的人。另外一个是在地的地方派系的人。啊，现在大家本来看到吴旭智出现就已经点啊，你妙天是要全部拿走是不是？那你现在要让给邱成元，人家怎么推得下，就吞得下去？因为地方上本来就已经有讲说，妙天会故意这个上其中，他推2个嘛，其中任何一个上来之后就可以去跟民众党做交换啊。那接下来民众党就会去挺徐新颖，然后徐新颖就会去挺邱成元啊，就给你们分弄好，那我们算是什么？所以来到现在这个时间点。徐新颖因为外面俄语这么多，所以他也就说啊，那可能就还是我们就还是自己选下去啦，吴旭智就选到底吧。那有没有协调？其实看主席要不要处理。讲白一点啦，黄国昌虽然提到郑丽文有承诺了，可是郑丽文从来都没有出现在那边啦。别讲郑丽文了，李乾隆有没有出现在那边？李泽华有没有去了几次？有没有办法安抚陈建贤？这个都是社会现实，根本没办法。李泽华年纪才略大我一点，你想陈建贤会理他吗？但重点就是在于说，如果连徐新颖他都没有余力再去搞别的事情的时候，那竹北这一局会不会？我们就问一个事情，会不会变成接下来的一个蓝白矛盾的破口？什么意思？就算我已经让给你，其他的国民党一样跳出来选，那后续大家就可以来查，黄国昌会不会出来说你亏欠我，为什么没有帮我摆平？那要怎么办？那这个后续啊，大家在接下来政目标都是2028，特别是如果徐新颖当选，那一席委员谁选？这等等的一连串问题啊，在牵涉到地方派系，其实它是非常复杂。小玉这边，竹北这局我稍微补充一下，我有一个这个新的小道消息啊，就是说徐新颖他其实也不是不可以让吴旭智退，但是国民党中央不愿意，那为什么他可以就让吴旭智退？不要忘记，因为他们2个都是民国党体系的。那个徐新颖他是第1任党主席，民国党第1任，然后吴旭智是第2任，他们属于妙天体系。那我听到的消息就是说，刚刚跟伟航老师讲的有一点这个连接啊，就是说徐新颖觉得他现在的民调没有这么稳，所以他需要蓝白合，他需要这个柯文哲的加持啊，需要白银的票，所以他可能就是希望说那吴旭智你退啦，那我们让我们蓝白合。可是对吴旭智来讲，那我 calling 啊，因为我们讲过嘛，就是他这期竹北市长是签了生死状的嘛，你要选竹北市长的人，不选议员，不能选议员，你是要退的。所以他刚刚讲什么邱静雅这些人，就是你们都是放弃议员，你们就算没选上，你也不能再回去选议员了。现在对吴旭智来讲，我已经签了生死状，我是已经抛弃我议员，我好不容易初选过了，我现在拼赢到了这个竹北市长的参选资格，就你现在要叫我退，那我议员我也没得选，所以怎么可能？所以国民党中央，而且你去就现在这个就是地方的分析来讲，吴旭智的实力
比邱成远还要来得好。那如果说民众党觉得，我邱成远我可以赢的话，那就直接比民调啊。现在是民众党不愿意因为吴旭智现在是现任议员不说，他当过民国党主席，然后他也代表那个也选过新竹县的立委，所以他是知名度在地实力都有的。我没有要跟你比 PK 民调。你就是退，就是我民众党要这一块。那我议员不能选了啊，那是你家的事。是好，那是不是这个意思？对，这个意思嘛，就是这个意思。那国民党为什么要让你呢？对不对？我补充，柯文哲。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柯文哲啊，如果要协调所谓的以战逼和，柯文哲蓝白合2024就在玩以战逼和。以战逼和要3件事啊，第一个人情嘛，是你欠人家人情，还是人家欠你人情？第二个是实力嘛，第三个是机智嘛。人情是你欠妙天人情，好不好？当初你在竹北可以拿到39%的选票，我直接讲了，徐欣莹有没有挺你？妙天有没有挺你？你不只欠人家选票，还欠人家钞票。1000万，橘子搬走的，所以你现在要跟他呛什么？是我帮你选总统现在要还人情，你要还给我妙天，要还给我吴旭智才对，是应该邱成远你再退才对啊。这个实力嘛，你现在老是说你38%、39%。结果呢？你现在新竹县柯文哲的民众党只剩下12.9%，不用弃保就可以了。为什么要跟你协调？吴旭智最后机制，如果要蓝白合好啊，不然比民调嘛。说真的，蓝白合6点协议里面不包含竹北市，也不包含彰化，国民党可以大的拒绝。那郑丽文如果说好，我要协调蓝白合的民调，你邱成远赢得了吴旭智吗？你邱成远在新竹的经营就是2年的新竹市长，你根本不是新竹人。吴旭智他有3大优势嘛，第一个他是现任的县议员嘛，第二个他是所谓的交通大学的资讯系出来的，他的科技业是有他的人脉嘛，第三个他还有妙天系统的支持嘛，这3个你邱成远比得过人家，不然来比民调啊。所以柯文哲整个就是不想要跟你比民调，而用这样的方式，我打弄打弄叔来逼你说一定要让给邱成远。但是重点是谁愿意让给邱成远？而让给邱成远，你会赢吗？这才是最大的问题。对，他会不会出现2个？所以那柯文哲一定也知道，智商157不会不知道这些，他就不跟你讲这些，他只跟你讲一个，我就跟你赌嘛，我们就讲狭路相逢勇者胜。他现在就是这个样子，油门就是给你踩到底。然后呢，而且我是把眼睛蒙起来往前冲。你现在只有第一个，徐欣莹，你要不要冒着新竹你选不上？你这个是你的风险啊，你就要这样。第二个，没关系，这一局你们再不让，2028大家走着瞧。柯文哲已经告诉你了，他交保以后没有见过郑丽文，所以都是黄国昌跟郑丽文联络。2026是2028前哨战，2028会遇到的问题，2026大家先处理好。好，我现在要讲的，他这件事情这样子所谓的翻桌子冰得了以战逼和，伤的是谁？伤的不是郑丽文伤的是黄国昌黄国昌彰化你已经让给郑丽文你还可以瞧我已经瞧好蔡壁如不要去选蔡壁如退选黄国昌我帮你瞧了一件事情，那你要去瞧郑丽文，让我的邱成远去选嘛。黄国昌，如果你没去瞧，责任是谁的？今年如果所有民众党的县市长、县市议员败选，责任是你黄国昌的但是重点是，柯文哲，你呛这个有用吗？你又不能选总统，你也不能选党主席。结果最后还是黄国昌掌握了整个党权，把民众党的母鸡小鸡全部卖给国民党，把最后一张的总统门票还是卖给国民党嘛。但是柯文哲在证明一件事情：未来民众党如果泡沫化，不是我柯文哲的责任，是你黄国昌的责任。但是我看，如果真的讲起来，柯文哲第一个他已经直接先讲，国民党你要规划盘体他已经把这个直接诉求来，你们就是国民党，你太没有道理了，全部都给你们。那好坏的你们全拿走了吗？好，第二个，那这个柯文哲讲这个说，民众党2026年战略核心变现，这个变现呢，不是把钱不是变现钱，是现有支持度转化为议员实际席次。开会的时候，柯文说他突然想到1905年日俄战争对马海战，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东江平八郎那句话“皇国兴废，在此一战”，他就直接跟。意思就是我民众党你不给我这个，我可能就挂了，我当然跟你拼命啦。柯文哲现在是夏天喝咖啡了，
冰的咖啡，冰的啦，对不对？对不对？我跟你拼了！我很久没有看他文章了，为什么？小哥，我很久没有看柯文哲文章，因为我不是很确定是不是他自己写的。对不对？不是他写的，有什么意思呢？好 ，OK， 好，那刚刚吴哥讲的，我给大家看一下，陈佩琪应该是自己写的。他里面这一篇哈，给观众朋友看一下，他就是告诉大家退一步即无死所，对，意思就是这样了哈。然后讲说要变现嘛，那你现在我就有点敏感了，变现很怪。那现在就是刚刚一直还在讲千庙添一千，对不对？你还在讲变现 ，OK， 重点在这里有没有？他说他因为他这个有个配图，我看到没有？他这篇文的配图就是他去帮邱成宇主北哈，然后1905年日俄海战，东乡平八郎，皇国心肺在此一战，各圆一城，奋力努力，意思就是我们就是拼到底，谁来讲都没有用，天王老师来讲都没有用，我主北就是选到底。那我的问题就是。那竹北选到底，竹北确实在总统大选的时候，柯文哲票开得很高，是30几。那你怎么今天才想到？你在宜兰、新北、嘉义市要去蓝白示范区的时候，你为什么没有提竹北？竹北是你没算的戏呢，戏马被算的嘞，对不对？死都要选，没选好像会死的，你居然没有放进蓝白示范区，我不懂啊。难道嘉义比竹北对你来讲更是退步之步？所以既然而且确实啦。柯文哲新竹人嘛，他新竹竹北对不对？好，那就是第一件我不懂。第二个，他现在也不是党主席啊，对啊，怎么讲的对不对？他是国家治理学院。陈浩南再帅，他还毕竟不是东信的扛把子嘛，对不对？你还要问一下蒋先生嘛，对不对？所以我不懂啊。那你黄国昌对吧？他意见是什么？那第三就是黄国昌一直对外暗示，我就觉得啊，因为既然都有讲了，我觉得我们国人朋友也可以大家讨论。你说你跟郑丽文讲了，而且他也承诺，到底是承诺什么东西？对不对？你是加码，就是那你其他3个县市也不用瞧啦。我们就2个或哪一个，我新北一退，其他都算民众党，这也是一种做法嘛。我还是要强调一点，竹北并不在一开始蓝白谈的3个县市当中，那它到底是重要还是不重要？你又说非赢不可，我们这边人怎么样？最后，它里面有提到东乡平八郎，那个是确实啊，日本那时候这个军国主义，它就是要战的嘛。可是你现在回头再看，民众党各地的，包含议员，包含哪里的参选人，退党的退党，哀嚎的哀嚎，抱怨的抱怨，没有制度的没有制度，大家还是那种头重提盖，我们要把这个党撑下去的样子吗？并不是。那当然啦，小虎哥刚刚跟大家讲的，柯文哲主席他讲的根本就不是2026了。你真的22县市也不含竹北嘛？虽然竹北他的人变多，钱变多。重点他在讲的是2028啊，可是你国民党不懂呢？你如果的意思说，如果这一拖我都保咖你啊，你还听不懂，你还不让我的话，夏天喝咖啡嘛，冰的啊就来了。他意思说2028立马分熊啊。你还听不懂，你还不让我的话。夏天喝咖啡嘛，冰的啊就来了。他意思说2028立马分熊啊，可是问题是蓝白选民现在可能未必是这样啊。你现在要知道，就是他在竹北拿到这么多票，民国党徐新营，还有这个吴旭志，他是接了徐新营，因为徐新营2018年，我告诉你这些恩怨情仇。新竹还没完，小哥我们还会再谈，因为你都不知道陈建贤现在目前要做什么，他说不定也跳出来啦。是啊，你在讲竹北，他还在讲新竹县长嘞，对不对？所以这种状况下的时候，民国党当时2018年就是杨文科，然后呢这个也是郑朝芳，好，然后选了以后，那时候徐新营啊，没有，是我讲的是新竹县哦，新竹县。2018年新竹县长是杨文科、郑朝芳跟徐新营，徐新营就民国党党主席选完以后。没选赢嘛，那党主席下台鞠躬，所以就是吴旭志来接第2任的民国党党主席，所以他们是非常有默契的。那人家现在也4选1，他是4选1以后推出来了以后，你要讲说不管怎么样横竖就是要给我选，那就看国民党的选择啦。不是啊，你柯文哲你要情勒对方说啊，这个2026你不让我，2028那你要有情勒，要有本钱，要有实力啊。2026这个民众党就我的实力就是你不会当选啊。不是他2024也这样告诉我。对啊，不，重点是他推得出总统候选人吗？对，2024那个时候还记得吗？柯文哲那时候讲说，我只要在关键10个选区，我每一区提一个国民党，你就挂。那大家要不要合作嘛？那时候是这样嘛。也比一时。你觉得他现在已经没有那个实力可以讲这种话？2026已经是民众党的生死存亡之战你2026民众党都还不见得，你还去威胁到2028，所以我说叫板没有，其实国民党其实什么态度？这个单一席次的选区民众党还是有这样子的实力，对吗？
就是2024的时候，很多民众党的公职人员在节目上都不讳言的说，我们没有当选的可能，但我们有让你不当选的能量那事实上也是这样所以其实2024的时候，为什么国民党这个侯友宜几乎已经有一点忍气吞声想要去促成蓝白合那2025年郑丽文在当选之后大家就看到立文主席就不断的跟黄国昌在洽谈如何蓝白合去好好打2026这一仗好了，那如果说民众党对于竹北这么势在必得说退一步我几无死路几乎没有生路那你为什么不在当时在谈这些选区的合作或分配或竞争的时候拿出来讲呢？就直接讲说竹北我们也一定要拿来比把它列为比民调里面，那国民党就不会先去让这个吴旭智没有退路了。那时候是黄国昌跟郑丽文谈的。那可是现在主席还是柯文哲对于竹北的那个情愫有多强？对。可是我在这个节目也有说过，那时候大概是3-4个月前，我说这是我最担心的事。即便我每一个地方都跟你比民调可是如果都是我赢，还是会被你扣一个帽子说规划旁不会你们有一个嘉义可以交代。对，好交代，好有一个嘉义可以交代。对，而且那个嘉义还是国民党的立委都去帮民众党的旗开委员所以仁至义尽嘛可是你说这游戏规则就是这样子嘛政治就是讲实力的赢开始赛嘛。你如果蓝白之间赢互比你都没有办法赢了，那你怎么跟民进党1对1能赢呢？所以我也不知道说那是不是郑丽文主席要跟国昌主席再讨论一次。好了，除了竹北还有没有别的？你们会不会再突然？你刚最后那段讲说，如果要是就是国民党跟民众党，如果两个这样民调 PK 都不会赢，你怎么会去跟民进党还能赢吗？没有啊，那个民众党，你看那个是台中哪里邱瑜山，他不是民调赢吗？小玉他民调赢对不对？对，76对24，对啊，他还是被人家劝叫你退啊，所以你们国民党这逻辑不适用啊。所以我们的逻辑可能跟民众党比较考量的点比较不一样。对，我没有办法理解，因为我们就是政党制度不是很重要吗？民调至上，对嘛？既然大家讲要 PK， 就算蓝白合要 PK 要什么，或一个党里面要初选，哪一个政党不是这个样子？那最后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我到现在没有办法理解。我补充一点了就是就竹北，我要讲的就竹北乡亲的角度是什么？看到当他们听到黄国昌说，我跟郑主席已经讲好了，这里就是要给我们的时候。我就问地方上有人知道这件事吗？如果知道，大家会花那么多钱登看板吗？在那边选初选吗？大家吃饱太闲了，嫌钱多。中龙警会没事跑竹北那么多趟吗？嫌竹北很近是不是？所以这个事情传出来，其实地方上就已经有情节就在了嘛。然后呢，重点是党中央也没有下去说明到底有或没有，然后就让大家一直玩到现在。然后等到柯文哲今天跳出来，在地方上看。会是什么样的心情？不是说什么我们被卖，而是说你柯文哲你想要空手喊价，柯文哲的态度是让我啦，伟汉让我啦，吴峥让我啦，不管怎么样，对面的也都让我啦，你们一定要让我啦，反正就是让我。有人这样沟通了吗？不行啊，因为这样我就只剩你一个来宾了。都让。对，但是我觉得从来没有想到会有一天柯文哲会变你的友军啊？怎么变我友军了？怎么不会呢？如果他真的，他就是要踩到底。国民党如果也不愿意让，那就变萨卡都啊，新竹这一仗。所以为什么郑丽文都讲说，他如果要是越艰困，他一定要多去。新竹也被列在这个里头啊，彰化、新竹，然后宜兰都被列在这个里头啊，这不就变你们的友军吗？柯文哲？我觉得刚才其实说实在的，你说柯文哲怎么可以这样出尔反尔呢？或者说，怎么就漫天喊价？可是他2024的时候不就这个逻辑吗？对不对？他一直以来他都讲很明啊，讲说我或许成事不足，但败事肯定有余嘛，对不对？所以刚刚这个伟汉哥讲了这个古惑仔的例子，对不对？古惑仔大家知道陈耀南名言嘛，我出来混就靠人狠义气兄弟多啊。那柯文哲现在可能没兄弟也不多，也不讲义气，但是他觉得那我肯定要够狠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有比较耐人寻味的事情是说，刚刚淑慧讲到说，那你之前谈的时候为什么不就讲了呢？大家可以坐下来谈嘛。我觉得这其实反映出来说，
我认为对柯文哲而言，他现在的焦虑感恐怕比过几个月之前又更强了。也就是大家看到这一段时间以来，包含民众党最近的一些政党制度民调，其实声势都不好，大概甚至到2位数以下，也就是个位数这样子。那甚至包含说，民党各地很多人退党，他虽然嘴巴上讲得很硬，说新陈代谢太好了，赞哦，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哦，这些都去，可是画面很明显嘛。你到云林一半座谈，哇！2个前后任党主席一起出席，哇，50人不到，那个实力落差就很明显嘛。所以我觉得柯文哲事实上这暴露出来，我觉得他一种你说有一种穷途末路的这种感觉，就是他讲说亡国心肺在此一战，这什么意思？就我就剩这一把了嘛，我不跟你现在说他甩到底。那以后我还有得玩吗？不，其实他讲的这个意思嘛，因为你想，他现在跟国民党叫板，他说好啊，你不让我，大家就鱼死网破。现在张启凯不是已经都在拜托国民党来帮他站台，都拜托说，你一定要全力支持我哦，要很认真，拜托帮忙哦。张启凯不这样吗？那所以你觉得柯文哲讲这个话，如果今天民众党真的跟国民党撕破脸，那张启凯不就居定了吗？虽然我们本来就觉得那区民进党我们会赢啦，但是张启凯就死不生嘛。好，现在9.99啊，我这个可能是0.00001，好这样子好了。那所以我觉得对柯文哲来说，他已经到了一个你说要兵行险招的程度，因为特别是你说民众党作为一个新兴的政党，其实他的这个轨迹也很好预测嘛。就是说，他现在可能在一个往下降的过程。那就是说，2028它的席次到底比现在多还是少？这对民众来讲来说，就是一个存续的关键问题嘛。因为国民党、民进党就是都有过席次成长、席次下滑、席次成长、席次下滑，可是基本盘都在嘛。可以台湾的你说，对于第三势力或这种新政党来讲，其实你要是一个大选失足，不要讲2次啊，1次不行，可能大家就觉得说，哇，你这个没机会了，你就没有了。过去很多例子啊，你说台联啊，你说亲民党，其实都有过这样的轨迹嘛。所以对柯文哲来说，他为什么要讲到2028？因为他现在已经在想说，2028民众党的席次。现在立法院的声势又不如以往，他现在又官司缠身，他也未必能够出来自己说2028再出来作为候选人或在选票上怎么样的。那2028如果民众党的席次比2024这次衰减，大家所有人最直观看法就是你民众党不行了，你现在就泡沫化了嘛。所以在这个那问题是2028前哨战是什么？他自己也讲很清楚，2026。就你不要讲2028，你今年光是议员的席次缩减，所有人就已经把你打出局这个 mark 了嘛，就是说民众党小红旗啊，现在没办法啦，黄国昌要去选新北市，本来要拉台下，后来也没有了。那现在看起来今年全国所有的选战新闻也围绕在国民党或民进党上面，那民众党是被人遗忘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他现在为什么要去你说摆一个很强烈的态度出来做一个高风险的操作，其实是一种内部焦虑的转化跟投射。OK， 那如果讲说2028好了，那前哨战2026，那2026的胜负一定也会相关影响到2028。那对于蓝营来讲的话，2028谁能够出现？然后现在大家都一直还在观察当中，尤其4大天王里头，那各有所善，好吧？那现在看起来，尤其韩国院长现在正在美国访问，你一定想到，因为郑丽文主席从美国回来以后，因为中国大陆访问完，接下来去美国回来以后，那就拍了一个纪录片，造记者。然后接下来呢，韩国院长在美国访问，玉善是，那大家一定会比嘛？见到了谁？见了多少议员？然后数字有多少？因为这表示当然你说，因为韩院长毕竟是国会议长，那当然安排啦各方面也许会比较顺。可是那个人数确实是有差40比10啊，我有把电梯那个算进去，所以郑丽文是10哈，那个韩国瑜是40啊，当然不一样啊。可是那个人数确实是有差40比10啊，我有把电梯那个算进去，所以郑丽文是10哈，那个韩国瑜是40啊，当然不一样啊。我觉得韩国瑜他是国会的议长，又下面有国民党、民众党、民进党的党团的代表都有嘛，所以他代表就是中华民国的国会。那你参众议会过去也常常看到很多参众议员来这个台湾的国会参访嘛，这些参访其实台湾的国会都有接待嘛，所以礼尚往来的情况下，以台湾的中华民国的立法院的院长的身份带了所有的党团到国会去，这个规格其实是相当的一致啊，就是表示我们都用国会的礼仪来接待你国会的所有的代
代表嘛，所以韩国瑜的规格我不觉得算高，是因为郑丽文的规格太低啊，所以才凸显了韩国瑜的规格高嘛。那郑丽文的规格为什么低？我都直接讲啊。林涛坐在我旁边的时候，我都说各党的党主席，我们就不要比国会归国会嘛，我们比党主席嘛。党主席至少都可以见到所谓的副助理国务卿嘛。结果林涛还跟我讲，没有，我们朱立伦见到的是次卿哦，很得意啊。你看啊，所以他比郑丽文高了5级就是郑丽文只接到了科室层级的嘛。这代表的是美方的立场，而不是所谓的对等不对等。国家的对等不对等，我觉得韩国瑜这次表现得很好，他代表了国会啊，国会也非常高的规格的来接待未来国务院，我相信也应该至少是副助理国务卿以上的人跟这个韩国瑜对接，这代表什么样的立场？美国已经在军购这一题，在军事这一题，在台湾的外交这一题，不想要跟中国国民党的党主席郑丽文接触了。他直接我军购案就直接跟国会的议长，跟所有的党团直接谈就好啦。我透过你郑丽文，到最后你又拿党版我都说他们的党版都是党版他现在无人机也要提党版。那挡住我们的军购案拿党版抵党版嘛，而且甚至用你们的党版说你要我规格提高，你的访美规格也要提高，美国人会不知道你这个企图吗？所以知道你这个企图的时候，我为什么要跟你谈？我为什么要拿美国的利益来跟你郑丽文交换访美的规格嘛？所以对你们来讲的话，你们会怎么样看待？大家一直在讨论这4大天王这些，尤其是像韩院长去，然后包括郑丽文主席，你看刚才见到了谁，人数多少？因为不可讳言了，这一定会被大家拿来联想到跟2028之间，或是接下来2026，谁会请哪一个人帮他站台？昨天还有来宾拿那个林涛因为林涛在桃园嘛。当然，他会摆张善政正常，可是他摆的就是蒋万安、张善政跟朱立伦，对朱立伦，对，他就没有摆郑丽文，这个一定也会被，就是说哪一个这4大天王哪一个被大家邀的比较多，站台比较多，扛棒上面照片出来比较多，一定就会大家拿来讨论但这讨论对国民党的团结会有影响吗？我觉得台湾就是很喜欢谈选举跟政治我也非常讶异以前已经很喜欢超前部署、超前谈了，现在更超前，26都还没有选就在谈28了，所以我非常难评论因为我一直在讲这几年，我一直在讲，自从韩国瑜跟柯文哲之后，台湾的政治明星不用看这么久3个月就风起云涌了所以现在看的都不准我必须要这样说，台湾现在政治变化非常快，所以我觉得大家现在去见缝插针说，哎呀，你没有跟谁挂看板，没有跟谁挂看板我觉得这大可不必啦。那林涛比较特别一点林涛因为他感念他老板之恩，所以他跟朱主席挂。那他觉得蒋万安是很有魅力，所以他挂了蒋万安对，那大家也说，那为什么不连侯友宜都挂所以他可能太长了，挂不下去我不知道林涛是不是有什么深意在。可是你不管怎么讲，小雨对郑丽文主席来讲的话，那颇有一夫当关，万夫莫敌之势，虽千万人吾往矣。大概很多是这样，而且现在国民党行动中常会开始到台东开始，对不对？那凤梨世家，然后对凤梨世家一定也在想，我为什么会跟两岸和平有关系？对，当然不管怎么讲，那他就告诉你说，这个当然会有关系。所有这些，你从郑丽文所有的态势上来看，大家都会觉得说，有人说了，他不只是在帮国民党或者是候选人造势，他帮他自己2028某种程度提前造势，会吗？这合理啊，因为。他就是说，他推了一个这个影片说实在的，我觉得他跟黄国昌不搭真的可惜了。你看，一个拍影片，一个出书都是这2个都是今年没有要选的人对不对？那我们都讲了嘛，通常就是你要选，你才会出书，要不然就是出一个片。那我想说，我常常建议这个国民党或者民众党候选人，你们要不要干脆一起，就是你的这个服务中心，你的竞选办公室，你就一边播郑丽文的影片，然后再送黄国昌的书，买1送1蓝白盒。所以这2个人不宣布这个2028搭档是可惜了啦，对不对所以这2个人都在造势。那你说郑丽文他拍那个影片，说实在是一个造局者。那他其实我真的30分钟，我用3倍速把它快转看完了。你认真一点。我很认真3倍速怎么是很认真？3倍速很认真的。我相较很多人都没看，我至少是把它看完的对啊。那你说造局者，那问题是他只有去中国的这个跟习近平这边，那他不是我认为说你要一个造局，你应该是要从中国跟美国这边你回来，然后就一起剪，你这才有造局嘛。你光是一个中国，你要造什么局？那美国要剪什么？美国要剪什么？美国侨胞，他有剪侨胞那一段
就是他在讲话的时候，然后下面不是有人发言什么，他要剪进去啊。那个是美国的吗？我只有看到他中国的。好，那我3倍速，对不起，那我3倍速看，我果然没有看那么仔细啦哈。好，那所以我说他这个企图2028的这个企图心其实是蛮明显，但是问题是说，我也赞成上次伟汉所说的啦，你要选你有企图心，但是你还是要看实力嘛。那他这是最明显的就是韩国瑜跟他对比的这个例子嘛。那韩国瑜你看他今天就是有40位的国会议员哦，还见到了裴洛西，就整个一字排开。那更不用讲说他过几天重中之重就是在华府。华府如果他可以见到国安会，还可以见到这个 AIT 的话，那对比之下，因为我今天还很认真去看那个郑丽文，他不是说他见了10个国会议员吗？我有看，就是说到底有多少国会议员会 po 照片出来？但我认真真的我10个去找，他只有 po 2个，只有2个这个议员是有跟他 po 的，一个是这个 Bacon， 然后一个是苏立文。那问题是前几天不是还有一个消息出来吗？就是蛮尴尬的啊，就是说包括那个有一个美国的参议员戴恩斯嘛，就说我没有跟你见哦，其实跟你见的是助理哦，是派特助去。好，那另外郑丽文自己也坦诚说，他其实有一个议员是根本没见到面，是在这个通电话的洛杉矶通电话。那你10个扣一扣，有派一个助理的，然后另外还有就是在电梯里随机遇到的，然后再一个这个打电话的，你真正见的只有7个，7个真的愿意跟你 po 照片的才2个。对，这个就是真的，这个就是我觉得相形之下，就是你对美的关系是确实蛮尴尬。但是好了，不管你见了几个，但大家重中之重是说，你到底跟这些美国议员要谈什么呢？那你说你从美国带了丰硕的成果哦，那而且还投了一个深水炸弹，然后美国会省思你，连唐湘龙都翻白眼说你到底哪来这么大的自信？那我必须讲，那你到底谈的成果是什么？你到底丢了什么多 huge 的一个深水炸弹？我们看不出来啊。你不可讳言，如果真的讲这4大天王这样一些的排序。我看你自己觉得到目前为止谁跑到比较前面一点点？因为2028，可能国民党应该是不出这4位啦。如果再蹦出第5位，我也觉得厉害。但是这几位来看的话，因为总是各有自己所擅长的一些的地方嘛。那你说有地方首长的，有包括国会议长的，有占据党主席位置的。那刚才小玉字里行间，我看你会质疑郑丽文主席的实力吗？郑丽文主席他到底有没有选2028？这是你上礼拜小哥问我点头嘛？对。那从最近的这些行为看起来，观众朋友，如果他就是一个安安稳稳的党主席，会有这些事吗？那从最近的这些行为看起来，观众朋友，如果他就是一个安安稳稳的党主席，会有这些事吗？那韩国瑜院长没有去美国之前，我们节目也跟大家报告过了，很简单2个判断标准。这是 AIT 邀请他去的，而且 AIT 还讲说感谢中华民国的国会有一个对美的军购案。其实观众朋友，我们节目的这个观众可能蓝绿白都有啦，大家对于这个事情的看法不一样。那有人觉得说，我们跟美国买武器干嘛呢？给他赚钱而已，对不对？但毕竟美国跟我们卖武器给我们的这个军售，他确实会赚到钱。可是他也要求全世界所有跟美国同盟的国家，包含北约、包含日本、韩国、菲律宾，你要提升你的军事实力，就第一岛链嘛。所以投其所好，别的不要讲。今天韩国瑜去美国就讲第一岛链啊，他讲这个意大利情圣，我们可以谈恋爱，但我们不能结婚。对不对？所以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建交嘛，但是呢，他就讲说，我至少美国跟台湾很好，AIT 的这些等等等等，一次见40个，刚刚其实我们都多算了啦，10个议员当中1个讲电话了，讲电话就没见到嘛，就变9个，9个一个电梯遇到的，这到底算不算？你要不要扣？再来就是这个戴恩斯，那为什么讲戴恩斯？是因为郑丽文自己他在他的脸书上面，在6月10号，其实我也没有去看到，我是后来回去找到，他自己把它写出来。对。你不把它写出来，因为他没有全写哦。他说包含戴恩斯等等几个人，那他为什么写这个？小哥，你知道为什么写这个？为什么？因为戴恩斯，好，那我们简单给他科普一下，他就是川普的好朋友，麻吉兄弟。所以呢，如果你能见到戴恩斯，后续的那个我讲的话，深水炸弹，川普一定知道了，那就戴恩斯就会告诉他，而且戴恩斯讲说没有，是我的特助见你，那你怎么办？国民党文传会今天有讲了。4个字不予回应，就到底有没有先戴恩斯不予回应呢？跟你俩写在上面啊。OK， 好，那拉回来，我要跟大家说的刚刚前面有一点我在想，要不要把它讲出来？好，那就讲。国民党党主席其实基本上没有什么不好，他就是我随便举一个例子，
吴伯雄，有人会去计较吴伯雄的看板挂的多还是马英九吗？不会嘛，吴伯雄没有讲说，哎呀，全台湾我的票房非常好啊，大家都找我去。你不讲你是新生公园的 Air Jordan， 大家就不会怀疑说你跟 Air Jordan 到底的差，你自抬身价大家就要去比你嘛。你说你在美国很好，大家一看就没有韩国瑜好啊，你不要讲这个嘛。那所以你今天要讲说你的票房很好，你的这个台湾大家都邀约，那大家就去看啊，谁邀约了，谁挂海报了。我刚刚讲吴伯雄就是个例子啊，吴伯雄他就是一个抬轿者，对。人家都不会记得他有没有跟吴伯雄挂海报啊？那你说个党主席要不要挂？刚刚所谓讲没有错，不会有人刻意跟党主席挂，除非这个党主席是当红炸子鸡或总统参选人。2005年的时候，我刚刚有人在笑，我想说我讲这个五哥一定非常有福。五哥基隆人嘛，对不对？2005年的时候，全台选举那时候有一个党主席叫马英九，刚选上，还是台北市长，他是党主席啊，也还不是总统参选人啊。全台湾所有的候选人都跟他挂看板。基隆那时候是许才利、马立兄弟。桃园是朱立伦，台东是胡志强、马立强，还要加一个中立的市长叶，对不对？马立强叶。所以呢，当你是被视为是 presidential candidate， 你是总统参选人的时候，大家都要跟你挂嘛。那你今天郑丽文，如果我就是一个辅选台校，我就是个党主，我就像吴伯雄那样的话，大家当然不会聚脚声跟你挂。但你说你很好，你要大家去挂，那大家讲说你的美国行程没有，你的台湾行程也没有，马上就要见真章了。这个答案一翻最后一页，对不对？武功秘籍20块，就你卖我200，对不对？我马上就要看到最后一页啦。接下来大家没有邀请你，有或没有就一翻两瞪眼嘛。所以刚刚武哥问我问题，好，我回答武哥，我觉得现在目前领先群就是韩国瑜跟卢秀燕，而且甚至我觉得韩国瑜在这一趟行程回来之后，讨论会多。OK， 绝对不是郑丽文，但郑丽文是展现自信最爆棚，我很棒，我这个对不对？全世界这川普怎么样？但是蓝营的支持者，我相信我讲这话，淑慧不会否认啊，确实有狂热支持者觉得郑丽文主席很棒。可是很棒是不是要进到那个2028今年年底见真章？如果今年2026，别的不要讲。高雄被国民党拿下来了，到时候柯志恩讲说，其实也不是郑丽文帮忙，也不管啦。但高雄的拿下表这个主席很厉害嘛，对不对？持家有方嘛。那我觉得行情会再涨。反之，各位面对面的观众朋友，如果新北掉了呢？新北掉了，不管李乾隆要不要出来说我扛了，人家讲说这党主席算了啦，因为本来不想讲的话，年底就会难听话就讲，就是你的路线亲中的路线害我们国民党惨。所以郑丽文他的生死一瞬间就在年底揭晓嘛。但是卢秀燕本来就是要选的，我确实认为啦，这1年多来卢秀燕的那个曝光啦或者占据位置都没有很好，连考监院的那个议题都是蒋万安先出手。那韩国瑜，因为我觉得还有一点，我必须在今天节目第一次讲了，我觉得美国是有意的要把韩国瑜的这个政治行情拉抬。那我相信为什么？因为美国可能看了一下郑丽文之后，还是卢秀燕跟韩国瑜行情好比较好吧，他比较好沟通嘛。他最后就是蒋万安，蒋万安这题讲了以后，因为我刚刚也写了一篇文章，一定会有人讲说少在那边见缝插针。观众朋友，全台湾那么多要选直辖市的市长的人。蒋万安跟张善政是我觉得国民党最稳的2个。请问张善政桃园市长参选人，他有讲考监院的事吗？没有。他有讲说我们来这个买凤梨世家吗？也没有。他就是单纯的市长参选人。可是蒋万安已经讲到国政，讲到下民进党，对不对？他其实我觉得他有在跟大家讲说，我是能谈国政的。OK， 所以如果啦哈，我就跟观众朋友报告，我的想法是这样：如果他这一次年底的选举，现在看起来民调2份正传媒 TVB 都赢很多嘛，他能开到58%以上的话，劝进的声音会很强，因为都已经58%了，对不对？那为什么就是对没有用的赖香德嘛？但如果输也有可能，输还选啊？如果台北市输，代表国民党全台湾都惨了啦。连线北市也不用讲，一定是输了。那个时候就是阿扁那个1998年没有选上市长，但2000年还让他选的状况了。但如果在沈伯洋明明民调输了20-30%，开出来居然沈伯洋还有10%以内的差距的话，那蒋万安就是蒋晚安就没有2028了。我的看法是这样。今天那个伟航老师还在跟我们讨论说，那个韩国瑜不是讲了2个故事吗？一个是那个小老鼠的奶油的故事，然后一个是结婚那个，然后我们还在讨论说他到底多久前才开始想，是不是已经想了2年了？2年了，我终于可以讲到这个故事了。对啊，但伟航，如果这样看起来的话。要有2028，先过2026嘛？对，应该是这样嘛？对，尤其对郑丽文，因为那个党主席，对我看讲的，他对国民党来讲最指标的一个地方，新北绝对不能失，对，不能丢，这是基本不能失。然后你再想办法去拿高雄，一定是这样。是。那目前看起来，可是又有人讲，
国民党毕竟没有罢免机制嘛。对，没有叫主席下台的机制，应该就没有罢免机制嘛。对，就主席我的任期就到2029年，怎么样？怎么样？那是你们不好，又不是我不好，好不好？那为什么一定要叫我下来？会出现这个状况吗？好，现在其实这个问题已经讨论很久了，从郑丽文上去的第一天开始，就有人说要怎么让他下来了。好，但重点在于说，经过这一段铺陈，为什么最近讨论起来呢？因为郑丽文访美行的结果，其实连国民党内都有点会觉得。会不会比黄国昌还要差一点？你格局什么呢？黄国昌还有去 AIT 喝杯咖啡嘛，哈。所以重点就是在于说，如果郑丽文到回来的1-2个礼拜，都还是只能讲，比如说造句者里面提到啊，习近平有问他有没有好好睡啊，睡得好不好啊，吃得好不好？如果你回来2个礼拜都只有这个东西。那你后面还有什么压箱宝可言？一直讲说深水炸弹，你不要丢在自己家里面。好，所以现在开始的确有人会翻上台面，开始去提啦。当然，这所谓有人，我是很强烈怀疑是朱立伦的人啦就是他讲说朱立伦现在也开始有越来越多人开始怀念朱立伦等等的。但我觉得要从一件事情开始观察，就是卢秀燕叫小新郑肇兴去机场送韩国瑜的这件事，然后回来之后呢，就有一个新闻，就是卢韩连线什么的。卢韩连线什么的，我觉得谁选总统是一个议题，但反郑丽文的这一圈能有谁才是更重要的议题，因为你要后面要选总统，前面要看你们这些人能不能团结。讲白了啦，郑丽文如果是党主席，他拒绝辞职的话，你必须要想到一个后手，就总统初选。总统初选的规则是郑丽文定的，他一定会加党员投票进去啊。你要怎么办？你一定要弄一个党员投票够强的人出来跟他尬的，比如说韩国瑜啊。卢秀燕大概是不行的，但韩国瑜，那你这一咖要把韩国瑜拉进来，你要有一个好一点的军事，朱立伦要进来，卢秀燕比较温和要拉进来，而且他有一些台中的委员拉进来。拉进来之后呢，重点就是在于说，要去设想年底选举的格局是怎么样。如果丢了新北，那绝对可以叫大败。可是这个大败要用什么样的理由请郑丽文下来？那目前听到的消息是说，可能会有人在选举前就开始出来呛虾之类的，让党中央发下豪语，没有几席的话我就下来啊！但是这个几率，我这么容易被你们激吗？对，以前我们也在现场看到李明贤讲出大罢免被罢掉任何一席，哇，就要下来，谁就要下来等等的啊！所以这个是不是有人会去开第一枪啊？那重点是开了郑丽文要不要接的问题。如果郑丽文不接的后手是怎么样？所以现在的整体态势来说，我认为国民党目前的环境还没办法形成一个大家彼此放下心结，一起去讨论这件事情机制。因为我去问大家都是讳莫如深啊，都不敢讲得很白，怕会变成自己站在最前面的肩膀。但韩国瑜真的非常关键，如果韩国瑜访美回来真的能够带一些成果回来，而且他被美国人授予去在台湾执行一些，特别是在立院审议法案方面的目标的话，他有可能借此成为国民党委员中间很重要的领头羊，也许局面就会反转。来，吴峥，两个问题。第一个，其实对民进党来讲，最近大家一直在讨论的是民进党高雄的选情，这一趴高雄的选情你们会怎么样看？那第二个就是看起来无人机，因为行政院已经要提无人机特别条例，然后蓝白两个阵营都已经直接说了。那要不就是所谓的无人机发展条例不会有特别条例，然后全部回到年度预算。刚才伟航讲说，韩国院长在这里面看起来是会扮演不同的一个角色，所以无人机特别条例这一块是等于军售的 Part 2，执政党跟在野党之间在立法院，大家在这部分再进行另外一个回合，大家的交手。我从郑丽文讲到无人机，讲到高雄，就是其实这个是连一起，就是说。某种程度，其实刚郑丽文的这个访美行到底是如何被戳穿、牛皮吹破了，其实大家都讲了嘛。那是所以你看得出来，这里面郑丽文基本上是在碰轰的。可是就是为什么他就是吹得太夸张了嘛？他一直在讲说他去美国，哇，这个成果史无前例，哇，这个什么啊，民进党被吓到不知道如何反应啊，真的吓到，没有想到。见特助居然自己讲成说见了议员本人，还被议员本人打脸，
啊，怎么那么夸张？但是问题是说，为什么郑丽文要做这个事情？他有什么动机呢？那我觉得其实动机来自于国民党党内的一个政治生态，就是说郑丽文他是一个被挑战的党主席。所以为什么他要一直强调说去美国成绩很好哇，我的人气很爆棚，然后大家说不对啊，没有人要跟你合体啊，因为虽然刚刚这个大家有讲说，林涛可能他因为他感恩朱立伦，所以他跟他一起挂，可不要忘记了，林涛那一个看板其实上网上很多照片，他总共4个人坐在上面嘛，对不对？这个朱立伦、张善政，还有一个蒋万安，对啊。那蒋万安又不选桃园，蒋万安是在桃园隔壁的隔壁，你为什么要挂蒋万安？因为你觉得蒋万安有票，对啊，所以大家就说，那桃园市议员连蒋万安都挂上去了，其实在新北也有啊，中和也有国民党议员跟蒋万安一起挂，那你为什么不挂郑丽文呢？郑丽文你不是说大家都强调跟你合体嘛，所以被戳穿了嘛。那所以郑丽文他必须要一直强调说他自己是很有票房的，因为他的这个国际有两岸路线，其实过去一段时间很多国民党里面不同的声音嘛，说这些太阳其实某种程度都在隐隐的挑战他嘛，这是越来越直接。像过去军购的时候，最直接就是卢秀燕啊、韩国瑜啊这些人都出来讲话，甚至当时纪年还说要开除韩国瑜，这就是一个党内的竞争，甚至说斗争嘛。那你说好，现在韩国瑜人到了美国，包含他回来以后，会不会美方在这次过程中对他表达一些期待？因为其实连郑丽文去的时候，都有参众议员跟他说，希望还是剩下当时这个军购特别条例剩下无人机部分没有过的，要来处理。所以我认为相当有可能是在韩国瑜这一次旅程中，可能美国也会讲类似的话，所以我们要看回来国内这个部分。那所以我觉得这种程度，某种程度无人机发展条例这个事情呢，其实会跟今年的选情有一定程度联动了。因为其实大家都这几年，我们当然知道台湾的 AI 跟半导体的这个成绩非常非常好，可是相对剥夺感也会出来。大家也会说啊，那我们有没有搭上这班车啊？台湾是不是要扶植更多产业？台湾是不是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那很显然，无人机现在是可以有望成为下一个护国神山嘛。那你看无人机的产业链，其实分布全台嘛，从包含北部啊，新北52家，台北43家，桃园33家，中部台中市大家都说台中是精密工业的重镇，台中40家，到南部台南、高雄等等都有。所以事实上，现在产业界也高度关注这个事情了。现在产业界也高度关注这个事情了。那现在，但是问题说，看起来这个事情会不会接下来在立法院又成为绿蓝白之间的一个攻防焦点？因为之前一度传出国民党会不会要推自己的版本？本来那时候还有一些国民党立委受访说，我们要让经济部来主导，不要国防部，做成一个民生的法案，我们可以接受。可是郑丽文拨乱反正了，郑丽文出来说没有，不推党版。郑丽文说，我们就是主张要放到年度预算里面。那所以其实大家想，现在问题说这个事情回来，其实就想说，那为什么一直包含现在有人可能问说，民党说你为什么要推特别预算？那其实这个事情就回到说，那为什么我们之前已经过的地方已经过的7800亿的这个军购特别条例要特别预算？因为其实很清楚嘛，包含说胡立话也讲很白了，说他认为如果台湾正确的投资，可以在未来5年内看到美国跟台湾在无人机领域上一起占主导地位，就像现在的半导体产业一样。那我们现在半导体产业，美国跟台湾什么关系？就美国设计，台湾制造，美国开需求、开规格，台湾生出来嘛。所以你说为什么？那为什么我们跟美国买国防武器，不能一年一边呢？为什么一定要一次特别预算呢？不是因为对美方来说，我当然要确定你有没有要做这个事情嘛。所以对美方来说，包含他已经讲得很白了，包含是说美制的国防那希望台湾展现一个明确的决心。那包含在无人机产业这边，其实当然也希望，因为跟古力都讲得白了，以后就是要美国的需求，甚至包含台湾自己的防卫，包含美国的防卫，都要让台湾的产业来承接嘛。那所以你这个事情，你要不要展现一个持续性？你要不要展现2100亿，把它这个未来长期就要编足，让国际看到说，这是一个既定的方向，让公司、企业、行号愿意下去投资，愿意下去扩产。其实这个是接下来立法院会变成说一个焦点了。那
对我们来说，其实包含我自己到高雄去办我们的这些党务座谈的时候，其实也很多所谓中小企业来反映，真的是希望说，政府也多多帮忙传统产业的转型。所以刚刚武哥提到高雄，我觉得包含高雄、包含台中。其实接下来这个无人机的这个我们的自己国防自主的条例，其实都会成为左右选情的一个焦点。蓝营现在对于高雄看起来似乎会觉得这是他们这一仗很重要的一块，那觉得就好像你们在看新北的态度一样。那对你们来讲，高雄像以前一样，大家都觉得高雄反正一定就是绿营的天下或什么，有这么稳吗？我觉得选情上，当然现在赖瑞隆他是有一些优势，可是其实。我觉得我们真的是也戒慎恐惧了，因为毕竟2018年有一次被韩国瑜翻掉的经验了，所以其实这次包括我自己跟赖瑞隆的一些团队在接触，其实他们都是就是说你说这个神经拉到很紧，所以其实我们刚看到嘛，昨天气象预报来说这个台风外围环流要来了，马上今天赖瑞隆就跟这个陈其迈去看灾，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包含越来越多接下来中央党部资源，一定也会去挹注很多到所谓台南、高雄，也就是执政的现任的县市要防守好，然后我们再来去抢攻重点的县市。OK， 来，我看来最后30秒。好，我最后30秒。我以前在台东当兵的时候，因为学弟他要去烧热水，那个锅炉比较慢热，所以呢，卢秀燕。你到底要怎样？就赶快出来讲一讲。先前3月30号的时候讲说8000亿到1兆，后来就新闻冲淡了嘛，因为真你们去中国大陆嘛。来，我为什么讲这个？我讲简单30秒就好了。卢秀燕是第一个跳出来，在嘉义帮张启海辅选有讲说要无人机特别条例。他还讲说，我以前当立委，现场都大家很清楚，这个条例是要规定法还是钱？可是观众朋友，先前被砍掉的1.25兆里面的那21万架的无人机军用的。它就是需要那么多钱，2000多亿，它是我们台湾现在目前国防部提出的梯动当中很重要的一环，就是无人系统。乌克兰跟俄罗斯最近在打，它能够反攻也是靠无人机，所以保护我们自己这一块是第3个拼图。那台中市要跟 AIT 办无人机论坛，古立人跟卢秀燕互动都很好，卢秀燕也抛出说我要无人机特别条例，党中央喊卡说不要，那到底会怎么样？国民党要有个版本啊，很清楚你到底要怎么样。年度预算当然是个方法。可是特别预算绝对不是洪水猛兽。以前陈水扁跟马英九在当中的时候，都曾经提过治水特别条例。为什么？因为那是我年度政府预算没有料想到要多的支出，所以我就用特别条例、特别的法、特别的财源、特别的预算去因应特别的状况。我觉得蓝绿白都可以好好的跟国人朋友说明，你们到底要不要无人机特别条例 ？OK， 那接下来呢？接下来在立法院显然又会是一场大战。那韩国院长回来以后会是什么样一个态度？国民党各天王之间对于这件事情会怎么样发表？那在都会联动到包括2026，甚或2028，未来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你有收看《学民之妹》，我们明天见，拜拜。